美国国内企业生产成本飙涨，还导致了中国商品越发受欢迎的结果，这是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成，达到755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出口额达1492亿美元，也是历史最高水平，较2020年增长21%。另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其会员企业的调查，95%的受访企业表示，过去1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超40%受访企业表示将加大在华投资。近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就表示，越来越紧密的中美经贸纽带印证了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对华加征关税，谋划脱钩，不利于中美双方。许多美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并计划加大投资力度。实际上，艾伦去年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也曾表示，应尽早推动中美贸易重回正轨。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that tariff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at about 20%. And that is an unhealthy situation and will lead to distortions in global trade if not addressed. We will encourage both governments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we will remind both governments that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ut they do take political will and a commitment, but that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We will be encouraging American companies to export and to invest in China, and we will welcom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wish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向记者松口表示，可能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附加关税。您对此如何看呢？那么持续好几年的中美贸易战会收兵止战吗？拜登总统或许是在释放信息，至于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还没有定论。美国现在面临着40年来的通胀压力，对抗通胀是现在美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头号的挑战。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能不能把通胀打下来，关系到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的结果。或许拜登政府会回忆起当年克林顿的那句口号：“傻瓜，经济才是重点。”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老布什携胜利的余威谋求连任，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经济。现在拜登政府在外交上搞的是热火朝天，但这并不能帮助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也没有保住拜登的支持率。通胀的因素很多，比如疫情以及俄乌冲突，但是这些因素短期内是不是美国政府可以消除的，并非如此。而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也是美国通胀率上升的原因。拜登政府取消关税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经济学者的研究和测算表明，取消加征的关税能让美国的通胀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不管最后实际效果如何，但取消或者降低关税能够降低通胀率，这是一条常识。中美双边贸易在去年创了历史新高，大部分的关税成本也是由美国人民来承担的。如果加征关税可以实现美国的产业回流的话，那么美国的进口应该减少。至少从中国进口应该是减少的，事实并非如此。拜登上台之后，调整或者废除了特朗普政府的诸多不合理的政策，唯独对华政策没有做出比较大的调整，包括当时特朗普打的关税战。回想一下刚刚过去的历史，当时特朗普执意加征关税，一帮经济顾问隶属关税战的不合理甚至荒谬之处，但是特朗普秉持着陈旧的重商主义信条，大打关税战。而拜登上台之后，合乎逻辑的应该是马上取消这些过时以及对美国不利的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拿过来了。面临着高企的通胀率，拜登政府还在关税问题上犹豫不决，只能让人感慨，错误的政策时间长了会变成一种迷信吧。拜登政府的犹豫不定，其原因不外乎2条。第一，拜登政府怕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攻击他对华政策软弱，加征关税已经变成了对华强硬的一种姿态。
即便对美国自己不利，也不敢调整。第二，拜登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的意见不一致，财政部和商务部是要求取消部分产品的关税，而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是坚持要进行评估，通过关税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行为。除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政策惯性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商业利益和安全考量之间的平衡和徘徊。自行车、服装、尿布这些普通商品会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吗？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不是重商主义时代的奢侈品或者大宗贸易了，而是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贸易关系了。民生的全球化、民生的相互依赖，在之前是没有过的，这也是中美关系的新特征，更是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还抱着用关税来改变贸易利益，甚至重塑安全格局的观念，那真是刻舟求剑了。